大家好，今天就来谈谈什么样的命盘的人很大的几率会出柜呢？我会分3个部分来说明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分星哪个宫位，什么星需要注意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分析女性的命盘是怎么看的，然后我会给真实案例。第3部分呢，就是分析男性的命盘是怎么看的，然后我也会给真实案例。为什么我要做这视频呢？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性恋者，而我本身对他们是完全没有排斥的。我只会排斥那些对感情不负责、乱搞男女关系的人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不管你是同性恋、异性恋，甚至双性恋，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。重点就是绝对不要乱搞男女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这道理很简单，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你只是把自己曝光到会得到不好疾病的环境当中，因此你中奖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。另一个层面就是，当你对感情不负责，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，那么你只会消耗你的福报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果报打开，厄运呢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。我并不是危言耸听哦，看看某凡发生的事情，不是说不会报哦，是时候未到而已。在我帮人算紫微斗数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特定的命盘，通常我不是说肯定哦，我是说通常有这种命盘的都是同性恋者，而我也发现有一群生活过得不错，有一些呢就是生活过得一塌糊涂。在我进入分析命盘之前，我还是想分享我看到的事情，因为本来我开这个频道就是因为预测了世界只会越来越乱，不见得物资缺乏，反而我看到会越来越多的命盘，尤其是90后开始，事业金钱呢都算不错的，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、抗压能力都很差，也发现蛮多甚至有轻生的那个倾向，这也让我有了开这个频道的冲动和动力，因为我想为这个世界呢去做一些事情，想以我微薄的力量来散发正能量，希望看我的视频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力量。离题了，言归正传，我发现生活过得不错的同性恋者，他们通常都是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份的，或者呢，他们获得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，甚至有固定的对象，他们都是活得自在开心的一群。其实重点是在于他们都能接受自己这个身份。有一些自己不能接受自己的身份，也是有一些呢家人反对，而渐渐的他们就对这个社会呢生了怨怼心，开始怨恨这个世界。他们会觉得他们得不到爱，慢慢的他们就会开始滥情，最后的最后呢只会搞到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。我也看到一些明明是同性恋倾向的，却结婚生孩子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。其实如果你是同性恋倾向的，真的不要为了掩人耳目而去结婚，你只会害人害己而已。老实说，自己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人家怎么看你并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自己要爱自己。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，那么你怎么还奢望别人会来爱你呢？对不对？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者，自爱非常重要。当你滥情的时候，
基本上你已经不自爱了，你并不爱你的身体，你也不爱你的灵魂。好了，啰嗦完毕，现在开始教大家哪几个宫位，哪几颗星需要注意的。基本上有3个宫位，那就是命宫、疾厄宫、夫妻宫。星系的话呢，就看3颗星，太阳、太阴、廉贞。太阳呢代表着男性，太阴呢代表着女性，而廉贞呢代表正直、有条不紊、整齐、好看。廉贞星的话呢，只看夫妻宫，就是说廉贞星它需要化忌、自化忌等等落在了夫妻宫，然后这颗星破了，就是化忌、自化忌等等，就是说它破了。然后呢，这些星呢落到了这些宫位，如果它的命中率越高，几率也会越高，但是都必须符合一点，那就是夫妻宫呢必须破了。破了的意思就是它有化忌、自化忌，或者是命宫忌冲夫妻宫，夫妻宫忌冲命宫等等，这些就是说在紫微斗数的意义上是说命主的感情不顺，然后再加上这些星出现在这些宫位，那么就很大可能性是同性恋者。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听不太懂，因为很难想象嘛，所以等一下我会给案例的。好，现在看看女同性恋的命盘大概会是怎样。第一呢，就是命宫做太阳，然后太阳化忌或自化忌了。不懂什么是化忌，什么是自化忌的，请看上面的影片哦，上面有链接，请按进去看影片。太阳呢，代表着男人，如果你的命宫太阳化禄，那么基本上你是个非常有男人缘的一名女性。但是如果你太阳化忌或自化忌在命宫，那你的男人缘就不太好。没有男人缘呢，可以有2种说法，一个就是你真的没有男人缘，另一个说法就是你根本不喜欢男人。当然，相不单论，一定要加上命盘的感情是不顺的才算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中越多，几率越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夫妻宫有太阴或者廉贞这颗星，化忌、自化忌，甚至是泄了。什么是泄呢？泄是比自化忌还严重的。等下会有命盘说到星星是怎么个泄法，所以要留到最后哦。然后第3就是疾厄宫有太阴这颗星，然后太阴这颗星呢也出了问题，就是说它化忌、自化忌或者是泄。太阴在疾厄宫可以代表子宫，也就是女性的性器官这个系统，又或者是代表着肾，所以可以分析为这名女性的性器官出了问题。现在来看看真实的案例，这个女命主呢，疾厄宫坐着太阴星加上文曲星，她的太阴星是自化禄的。刚才是说太阴星要化忌嘛，但是这个是自化禄，为什么她会是个女同性恋者呢？这是因为她的文曲星是化忌的，所以2颗星加在一起，她的疾厄宫是破了的。再加上她的夫妻宫忌冲到她的疾厄宫，看到吗？夫妻宫忌冲到她的疾厄宫，也就是说她的命盘在紫微斗数里是属于感情不顺的，所以要加上这一些才能去论断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出柜。一定要记得哦，相不单论。刚才呢看了女同性恋者的真实命盘嘛，
现在我们就来讲讲男同性恋的命盘大概会是怎样的呢？第一个就是命宫做太阴，然后太阴化忌、自化忌，甚至是泄了。太阴呢代表女人，如果你的命宫太阴化禄，那么基本上你是个非常有女人缘的男人。就像马克龙就是太阴坐命，然后化禄的一个代表。我的第一支影片呢，就是关于马克龙是否能连任法国总统的视频。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以上的链接。如果你太阴化忌、自化忌甚至泄在命宫里，那你的女人缘呢，的确不是很好。没有女人缘这件事情可以分析为你真的没有女人缘，又或者是说你根本不喜欢女人。当然相不单论，一定要加上命盘的感情是不顺的才算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中越多几率就越高。第二呢，就是你的夫妻宫有太阳、廉贞这颗星，然后他们呢都化忌、自化忌，甚至是泄。什么是泄呢？等下会讲哦，我等下会给命盘来让你们了解什么是泄。第三呢，就是极恶宫有太阳这颗星，然后这颗星呢也出了问题，那就是说它化忌、自化忌或者是泄。太阳在极恶宫可以代表男性性器官，又或者是头脑，所以可以分析为这名男性的性器官出了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真实的那个命盘吧。这个男命主呢，他太阴坐在命宫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比较有女性化特质的一名男生。加上呢，他的夫妻宫太阳自化忌，也就是说他的夫妻宫是破了。如果一个男人呢，太阳落在夫妻宫，可以分析为他喜欢的对象是个比较阳光、比较男性化的女性。但是如果太阳这颗星坏了，那么可能他喜欢的对象是个坏了的男人。我不是在批评哦，我是在做解释，因为这么说比较能让你们想象到，太阳代表着男性，化忌的意思呢是说少了、不好了、破了、坏了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太阳化忌可以分析为这个男人坏了，坏了可能就是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男人。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容易明白呢？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真实的命盘。这个男命主呢，他的夫妻宫是廉贞星加上天相，但是他的廉贞星自化忌。刚才说了，廉贞星是代表正直、有条不紊、整齐、好看。如果廉贞星化忌、自化忌、泄等等，就是说廉贞呢，它变成了不正直、不整齐、不好看。其实在紫微斗数里，如果一个人的夫妻宫有颗星化忌、自化忌或者是泄等等呢，就是代表他的感情是不顺的。这个男命主他的廉贞星自化忌落到了他的夫妻宫，也就是说明了他的感情是属于那种不被世俗接受的，不是传统的感情。所以其实呢，廉贞星化忌或者自化忌在夫妻宫未必是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者，只是几率会比较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廉贞刚才解释了嘛，是代表正直啊、传统啊、整齐啊。如果他化忌了，就是说他的感情呢是变成了不传统的、不被世俗接受的，所以呢就可以说他可能会是个同性恋者。而这个男命主呢，他的确呢是个同性恋者，所以这个是我分享给你们看的其中一个命盘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真实的命盘。
这个命盘是要解释什么是泄。这个男命主呢，他的夫妻宫是空宫，但是他的那个命宫呢，既冲到他的夫妻宫，看到吗？命宫既冲到他的夫妻宫，所以他符合了感情不顺的条件。那么他的己二宫呢，是天梁加文昌化科，在他的己二宫里面是看不到太阳这颗星的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命盘呢，它的己二宫其实是太阳星泄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宫，它的对宫是父母宫，然后太阳星自化忌，它的那个己二宫的天干是庚，庚化禄的星呢是太阳，所以它的那个己二宫呢化禄到他的对宫，刚好他的太阳自化忌，那就是泄。简单来说呢，当一个宫位化禄到对面的宫位，遇到那颗星自化忌，那么你飞出的那个宫位，飞出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个己二宫，它的庚化禄到对宫父母宫，然后太阳刚好自化忌，这个就是飞出的宫位。当它飞出的宫位呢，化禄到它的对宫，对宫的刚好那颗星自化忌呢，那么它就是泄，所以它的太阳星在它的己二宫泄了。刚才说过了，太阳在男性的己二宫里面是代表着男性的性器官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他的性器官泄了，也可以分析说命主呢他是喜欢同性的，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，就是他是会喜欢同性的。说了那么多，我要重申一遍哦，我刚才所说的是哪些命盘比较容易会是同性恋者，我并没有说这些命盘的人肯定都是同性恋者哦，我只是说几率会比较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结构实在太复杂了，很多同性恋者，我看了他们的命盘，他们的命盘完全没有显示他们是出了柜的同志，完全没有迹象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后天形成的，又或者说他们是双性恋者，这个我无法考究。Anyway， 今天这个视频我最想要传递的是，不管你是什么恋，都一定要自爱，要接受自己，要对感情负责，千万不要滥情。最后，祝福大家都能爱自己，接受自己，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谢谢观看，拜拜。